這是7年前的小米8，這是當年的 iPhone， 這是今年的小米17 Pro Max， 這是今年的 iPhone。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哎，怎么感觉这个手机越搞越有点果断了呢？本来大家都还在暗戳戳的，你一个原子岛，我一个实况窗，你一个灵动胶囊，明眼人都知道你在干啥，你不说是吧？我也不说，我就不信你手里的手机没有一个灵动岛。我有一台手机，它能连 Mac， 能用 AirPods Pro， 有弹窗，能调设置，還能和其他 iPhone 互傳文件，那麼它一定是 iPhone。说實話，想讓安卓不炒 iPhone， 那比讓 HyperOS 別出 bug 還要難。雷軍激煩！不信，那我們來看看比較近的一個。當時 iPhone 端出來 Camera Control 的時候，我屬於是看笑了。這按鍵對手指力度、滑動精度都有光刻機一樣的要求，誤觸率高的離譜。對焦功能被 Xperia 那個吊打不說，單手握持的時候還只能搗亂。這按鍵要是真有人抄，我直接吃。結果我成小丑了，本來 iPhone 那個位置就有點不順手，也照搬過來。另外一邊很多機子也有個按鍵，不過最離譜的是它的設置界面，好家伙，我還以為我拿錯了呢。鴻蒙呢，你看這個 Xmage 風格也是橫滑切換，在調色盤裡面滑動調整，誰敢說靈感沒有來源於 iPhone 的風格？但別說還改進了一點，點數字可以精確調整，天知道我在 iPhone 上面瞄準像素點有多痛苦啊，還是100級的。我現在來抄一個小紅書參數試試哦，這多少？這哪個點？對，還要再下來哦，總算調到了。再看 OPPO 的小布，這動畫國行 iPhone 的用戶可能不熟悉，這不 Intelligence 嗎？而且現在打開相冊，家家戶戶都可以直接在相冊裡面摳圖、提取文字，動畫簡直是完全一致，甚至有些手機連 iPhone 同款誤觸都學來了。你看我這裡啊，既有文字又有主體，然後它還是個動態圖。我們試一下長按文字，哎，它選的就是文字，對吧？那這個時候我長按主體呢，它閃一下，哎，它居然就開始播動態圖了。你看它這前後才0點幾秒的差距，它就觸發了2種邏輯。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老師 iPhone 哦。那同款的，現在更搞笑的場面是啊，大家都在等果子還能端出來啥，出來直接一擁而上，還沒端上桌呢，都給搶光了。你看 Apple Intelligence 自己還沒整明白咋用呢，安卓已經全時裝了。哎，等會兒這麼盤了一圈之後，我開始越來越擔心了。液態玻璃不會也跟着擴散吧？不要啊！哦，原來在 macOS 上面已經擴散了。那問題來了，小伙伴們對現在這種致敬是啥樣的態度？我個人覺得哈，有點難崩。但是致敬其實從來沒有停過。你打開手機裡面的健康，是不是早就已經習慣這個界面了？但你有想過這個圓環是哪裡來的嗎？正是2015年 Apple Watch 發布的。然後各家現在都有圓環了，至於為什麼，果粉會幫你解釋清楚。再來看一下我們現在天天都在用的安卓互傳聯盟，其實在2019年才正式推廣，而 AirDrop 2013年就已經用上了。插個嘴啊，我當時對互傳聯盟是真的當樂子在看的。你要我相信國產廠商的聯盟，還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。我們聯合。還有個更加影響深遠的東西，這是在 iPhone X 發布之前的全面屏手機 S8 選擇在3大金剛鍵對應的位置上滑來操作，小米 Mix 直接保留3大金剛。但是 iPhone X 發布之後，大家突然全無了。Mix 2雖然比 iPhone X 早發布1天，但是在發布80天之後才學會全面屏手勢。當然，可能還會有人找到更加遠古的老師，比如胖啦、N9啦之類的。我覺得這種超時空打擊就有點沒有意義了哈。那答案都擺在那，怎麼時間就這麼巧？非得等 iPhone 出了之後才會用呢？而且說個好玩的 ，iPhone X 剛出來的時候，其實就已經在吹可打斷動畫了。哎，那你們還記得安卓是什麼時候開始用上的嗎？現在手機上面人均獨立的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，幾年前還有人質疑，現在已經變成事實上的答案了。現在還有小夥伴想要以前那種合併的控制中心嗎？那這麼一看，居然有很多現代手機的基礎是蘋果給打的，搞半天這麼多年也離不開一個超字啊！今年大熱的動態圖 ，iPhone 6s 就能拍了，現在大夥們才開始捲，大家都可以重選封面幀，長按可以預覽。
甚至鸿蒙裡面完全同款的幾個特效，好說啊。HDR 照片也是蘋果獨自玩了許久，這2年才被安卓撿起來的。不可否認，現在很多好使的功能，一開始的基石都來自於蘋果，但果子裡面的安卓風味也真不少，而且每一個功能的出現，都給了傳統派果槌一個大大的耳光。你看桌面小組件，早些年的蘋果桌面上面只能放圖標，那可是非常嚴格的。夜景模式，記得當時還有很多人吹蘋果不加夜景是為了所見即所得。這2年的 iOS 更是被瘋狂吐槽安卓味十足，什麼通話錄音、AI 消除、自由排列圖標、通知中心都可以自由編輯了。理解万歲！也不難看出來，安卓旗艦們真的快要把蘋果都吃干抹淨了。你们還能找到 iPhone 比安卓好用的功能，甚至吃透了蘋果的功能之後，還開始超車了。互傳聯盟不僅直接打通國產跨機型互傳，後來還拓展出來超級誇張的電腦互聯，什麼投屏、文件管理，甚至現在直接連你的 iPhone 一起拉進來互傳，動態圖都給捲到4K 去了，而且還能仗着本土優勢，在小紅書、微博這些平台有分享特權，互傳头碰頭的體驗。華為的體驗反而還有比 iPhone 更好，不會誤觸，支持範圍還更廣，搞得 iPhone 後來繃不住了，小心翼翼的學了一個投屏，評價是不如安卓好用。引以為傲的電影模式 ，vivo 這邊的濾鏡和虛化效果也玩出了自己的特色。所以這個所謂借鑑，我覺得還是得劃分2頭講。有一種是類似 OPPO 的小步 ，vivo 的人像錄像，華為的 Xmage 風格。這些功能雖然脫胎於蘋果的功能，但並沒有建立在空殼之上，反而是扎實的蓋起了高樓。你看現在的小步記憶，甚至能夠直接分析一條大幾十分鐘的視頻，然後你可以隨便問視頻裡面的相關內容。華為的鴻封可沒有什麼答案可以參考，但是另一種借鑑，就比如說17 Pro Max，還有那些格格不入的液態玻璃，這種我覺得就是完全沒有必要了，純折磨頭髮。平地起高樓的廠商值得尊重，可現在這個市場可能等不起一個從零開始的廠商，錘子就是這個殘忍的例子。所以我覺得只要有自己的核心思路，吃點尾流可以理解。但開過 F1 的小夥伴都知道啊，你吃完尾流超車了，能不能保住位置，那可就各憑本事嘍，可別穩不住心態摔了一個大的。OK， 那麼這期視頻到這裡結束啦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麼我是切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